洲际弹道导弹是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用于远程攻击敌国领土上重要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目标。中国自主研发的第4代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到底有哪些技术亮点？到底有多强？与美国民兵3和俄罗斯白杨 M 对比，到底有何优劣势？众所周知，核力量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。在核武器领域内，核三位一体指的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上洲际弹道导弹、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3种核武器打击的方式。当一个国家拥有3位一体的核武器打击能力的时候，也就等同于拥有全面性的核武器威慑能力。如今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核弹加起来一共约15000颗左右，而且这并没有加上一些国家隐藏起来的核弹头数量。所以说，真实数据恐怕远比这个还要唬人。东风41在中国北京举行的70周年阅兵仪式时拉开了神秘的面纱。一直以来，中国举行大规模阅兵式、新式武器公开露面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，世界各国都投来关注的目光。东风41是中国火箭军第4代战略核武器，也是最新的一代。在机动作战能力、命中精度、反应时间以及自身生存防护能力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据中国央视公开数据表明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弹体长 16.5 米，弹体直径 2.78 米，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4000公里。从中国大陆发射，基本上可以实现全球的火力覆盖，不可谓不惊讶。光射程远并不够，还需要高精度的有效打击。东风41采用导弹列车、导弹汽车、导弹发射井发射，以电子化的惯性制导系统控制，可以根据实战需要改变发射轨道，不光可以攻击单个目标，也可以多目标的覆盖火力发射，实现命中率和概率偏差都小于100的精准打击。同时，东风41发射后的飞行速度也有着惊人的提升。以3级固体燃料运载火箭为动力的东风41，在火箭的强力推动之下，速度可以达到25马赫以上，相当于每秒飞行 8.5 公里。从中国大陆精确打击美国全境也只需要21分钟的时间，到达伦敦只需要16分钟，到达莫斯科更是只需要12分钟。重量超过60吨的东风41以这种速度飞行，可见动力之足。这也得益于3级固体燃料。固体燃料的优点在于能长时间保存在弹体之内，可以仅由药柱、点火装置、喷管和燃烧室组成。当然，不可不谈的是东风41的威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东风41可以携带10枚弹头，可以造成1000万吨的爆炸当量，相当于2战末期美国投向日本广岛核弹的5000倍。可以看出，东风41是在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。据可公开报告称，中国第4代战略核武器的东风41在性能方面与发达国家第6代战略核武器旗鼓相当。那么，中国的东风41与世界闻名的美国民兵3和俄罗斯的白杨 M 到底孰优孰劣呢？不可否认，民兵3是美国人在陆基导弹中最拿得出手的，但它始终脱离不了美国军工的通病：生产成本、发射成本极高。同时，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发展出来的民兵3与东风41做比较，首先，民兵3是单弹头，目前还有一堆是单弹头，而东风41可以携带10枚弹头。其次，民兵3只能固定式的警示发射，机动性并不高，而东风41可以多种模式发射。总体而言，民兵3与东风41相比，在机动性、射程、精准度方面还有所欠缺。白杨 M 洲际导弹的最大射程为11100千米，在采用了惯性制导加格洛纳斯卫星制导后，命中精度可达200米，同时可携带10枚低当量的分导式核弹头，或者4枚当量为55万吨的核弹头。可以看出，在各项性能指标上，东风41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。除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军事科技原因外，最大的原因在于后发优势。民兵3和白杨 M 都是20世纪的产物，东风41是有电子设备代差优势的，无论是材料技术、电子技术、火箭发动机技术、化学技术、航天技术、软件技术以及自动化控制技术，都有着因时代的巨大进步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东风41的推进剂也是其性能领先世界的原因之一。东风41采用的是国产新一代的高能 N15固体推进剂，
加上碳纤维的发动机壳体，让东风41的射程超越了美国民兵3的洲际导弹。N15固体推进剂最初是被设计运用在运载火箭上使用的，研发成功时就成了世界上比重最高的固体推进剂，运用在东风41的燃料推进上也就顺理成章。N15推进剂拥有绝对的密度优势，比冲量更大，能将搭载体的射程翻倍提升，这也是东风41能实现在国内任何地点都能打击美国全境的原因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29号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东风41是火箭军第4代战略核武器，它的机动作战能力、命中精度、反应时间以及自身生存防护能力等，与前3代导弹核武器相比都得到了大幅提升。我们的第4代核导弹与美俄正在研制的第7代核导弹，在总体技术上基本处于同一水平，在某些技术、材料和工艺上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雅虎网站引述悉尼麦考瑞大学研究员亚当姆的话称，东风41是中国核威慑力量的重要一步，它具有高度机动性，比固定在发射井发射的导弹更难被发现，更容易在遭到第1次核打击后幸存并发动核反击。他认为这种武器是中国核威慑的终极性象征，其核威慑能力可与美俄相提并论。由于战略核力量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能力和威慑能力，因此其使用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全局，对战争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有极大影响。使用权通常由国家最高当局严格掌握。至21世纪初，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和中国均拥有战略核力量，其中以美、俄2国的战略核力量规模最大。2战结束至今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。解放战争、中东历次战争、印巴冲突、非洲战乱、两伊战争、苏阿战争、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等等，但是这些战争都局限于局部地区。2战后，2大阵营将对抗局限于冷战范围，即使世界距离核战争最近的古巴危机也只是危机。之所以冷战没有成为热战，最大原因就是在于核武器存在，使2大阵营间的军事冒险成本直线上升，3战可能性最大程度被遏制。战后世界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基于2大阵营间的和平而产生的。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家，除了少数几个以外，都处于2大阵营对峙最前线。没有核武器威胁的情况下，现在这些美好的发达国家都差不多是陷在战争泥潭当中。核武器能够有效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的发生，使世界能够维持长时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，同时也能使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可控，更加互相尊重、平等互惠、求同存异、共同发展，而不是单方面的赢或输。